好你个沈巍，长本事了！既然你这么有能耐，那就给老子滚出这个家！我们大房吵吵闹闹成何体统？沈老大，你真要把事情做绝？村长，您刚才没看见这死丫头连我都敢打？这年头地里颗粒无收，我家马上就要断汤了，拿什么养他们3个半大孩子？既然她这么厉害，那就让她自己带小崽子去，这可是她自己要求的。李大伯虽然做事不地道，但如今这光景，你若真带着2个小的分出去单过，可是要饿死在路边的。村长爷爷，他刚才要未经官府私卖我妹妹，我本该送他去见官。你敢！但念在同宗同源，我不想让村子背上恶名，这事我可以不计较。但是这个家我必须分。我净身出户只要一样东西。你要什么？我要村西后山那座废弃的水磨坊。破磨坊？那地方背靠深山，常有野兽出没，连个遮风避雨的屋顶都没有啊！好，村长您听见了，这可是他自己说的，给他马上立字据，断了这关系。丫头，你可想好了？那地方连口吃的都刨不出来，你一个姑娘带着2个奶娃娃。想好了，有手有脚，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，还请村长爷爷成全，做个见证。罢了，拿纸笔来，立分家文书。走走走，别赖在我们家门口。张姐，我们真的要去那儿吗？木儿饿。张姐，希儿不饿，希儿可以喝水。放心吧，那地方长姐来说可是风水宝地。走，长姐带你们去抓肉吃。啊！张姐，这是野猪，这么大，会吃人的。哇，张姐好厉害！张姐打败了大怪兽。大惊小怪，这算什么怪兽？这是咱们今晚的晚饭。有了它，咱们就能活下去。阿莫，去捡些干草来，要干扣的。星儿，去扯几片最大的叶子，用水多洗几遍。咱们今天开荤。野生紫苏，还有野花椒和山姜，这荒山还真是个宝库。张姐，这些草也能吃吗？不是草，是能让肉变香的好东西。张姐，好香，木儿的口水都止不住了。心儿的肚肚在打鼓了，肚肚说他想吃肉肉。吃吧，小心烫，慢慢嚼。咱们饿得太久，不能吃太快，不然晚上会肚子疼。好吃，太好吃了。张姐也吃，张姐最辛苦，张姐吃大块的。张姐保证，从今往后，咱们顿顿都有肉吃。谁要是敢抢咱们的饭碗，我就砸烂他的锅。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。镇上的粮价一天涨3次，咱家地里那点收成全用来交人头税都不够。行了，少说2句，都怪那个丧门星。早知他这么邪门，生下来就该……哎呦，我的手！娘，爹，你们闻到了吗？好香啊，好像是肉味儿。还真是肉香，这大旱天的，哪家还能吃得上烤肉？村西头，难道是魏丫头在山上捡到了什么野兔山鸡？哎呦，那可不行！她一个丫头片子，哪懂得怎么收拾肉？这大热天的，肉放一晚就臭了，那不是暴殄天物吗？当家的，咱们虽然分了家，但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你可是他亲大伯啊！说得对，咱们到底是长辈。这些年，咱们大房也给他们3个喂了不少粮食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他捡了肉，孝敬长辈点，那是天经地义。走，咱们过去帮他把肉腌上，免得坏了。大不了给他留2根骨头熬汤，也算对得起他死去的爹娘了。当家的，快点儿！去晚了，指不定被那几个小饿死鬼吃掉多少呢！娘，我要吃肥肉，我要最大那块。先把肉弄到手，他要敢闹，我就请族老治他忤逆不孝。果然，这世上最好猜的，就是贪小便宜的人心。张姐，有人来了！阿莫，
带着妹妹退到石磨后面，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别出来。长姐教你们的第一课：遇到喜欢抢食的野狗，不要跑，你只要手里握着比它牙齿更硬的棍子，它就只敢夹着尾巴叫唤，不敢真咬人。我的老天爷，这么多猎物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哎呦，丫头，你运气咋这么好？不过这猪肉可不是你们几个孩子能处理的，这腥味儿要是引来豺狼虎豹可咋办？伯娘真是替你们操碎了心，你们小孩子吃多了肉，你个死丫头！伯娘的手要是实在闲得慌，我不介意帮你把它钉在这柱子上。我怕你这背篓太小，装不下我这头猪。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？我们好心好意来帮你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今天要是不把肉给我，我就去请族老治你一个忤逆不孝的罪名。大伯是不是年纪大，记性被狗吃了？几个时辰前，村长和族老刚做了见证，分家文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生死由命，绝不攀扯。你们要是出门急忘带脑子了，我不介意明天把文书贴在县衙门口，让县头爷帮你们好好回忆回忆。这山是村里的，这猪有村里一份，你吃肉，长辈喝糠，这天下就没这个规矩。今天这肉就算不全拿走，你也必须分我们一半。那我今天就在这里给你立个规矩，我的东西我点头给你才能拿，我不给你敢碰一下这根木头就是下场。大伯要不要试试？是你的脑袋硬还是我的锄头硬？行，你有种，当家的咱们走，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张姐，你刚才太厉害了，大伯他们估计吓坏了。对付喜欢道德绑架的人，废话是没用的。当你有绝对的力量，他们的道理都会变成放屁。好了，回去睡觉，明天一早咱们干票大的。张姐，这是什么车？怎么只有一个轮子？这叫独轮车，有了它，别说200斤，就是300斤的货物，长姐一个人推着也能健步如飞，比大伯家那辆牛车好用10000倍。阿莫，牵好妹妹，咱们进城，把这头猪变成白花花的银子，顺便给你们买城里最好吃的大肉包子。进城，吃肉包子啦！热包子，新出笼的热包子。张姐，那房子好高啊！张姐，好香的味道，那是肉肉的味道吗？哎，包子，那是肉包子，别急，等姐把车上的东西换成银子，你们想吃什么，姐就给你们买什么。包子咱们买1笼，吃1个扔，吃2个。来了！去，后厨种地，要饭去前街城隍庙。今儿酒楼还没开张，没剩饭施舍给你们。钱掌柜，我不讨饭，我来送财。200斤的上等野猪，刚断气不到4个时辰，这买卖，醉仙楼接不接？嚯，这么大的野猪，这可是稀罕物。东西是好东西，不过嘛，丫头，你这可是野猪，野猪肉质柴得很，最要命的是那股子土腥味儿，镇上的贵人们舌头可刁，根本咽不下去。我若是收了，后厨还得费大功夫去腥。这样吧，看你们几个孩子可怜，10文钱1斤，我全包了。你骗人！村长爷爷说过，镇上的猪肉20几文，我姐的野猪这么大，你才给10文，你是黑心商人！嘿，你这小毛孩子怎么说话的？家猪那是吃细糠长大的，野猪能一样吗？10文钱，爱卖不卖赶紧推走，别挡着我酒楼进出。钱掌柜，买卖不是这么谈的，
这头猪正值壮年，满山乱跑，肌肉紧实，这叫走地肉，吃的是嚼劲。再看这五花肉，肥瘦相间，层次分明。这前排骨，骨小肉多。您是行家，这肉若放在醉仙楼，能做多少硬菜？您心里比我清楚。丫头，你懂得倒是不少，但我还是那句话，野猪的腥膻味去不掉，再好的肉里也是白搭。如果我能去掉这股腥膻味，大言不惭，咱们醉仙楼的大厨祖上是御厨，用尽了办法，也只能勉强压住那股味儿。你一个黄毛丫头，懂什么去腥？口说无凭，钱掌柜，借你后厨用用，给我半个时辰，我免费给您做一碗肉。要是去不掉腥味，这野猪我白送给醉仙楼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咱们就赌这一把。来人，带他去后厨。哎，还真像那么回事儿。这叫焯水去血沫，是去腥的第一步。哎，这丫头疯了吧？炖肉放这么多糖，那不成甜糕了吗？这又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味道？为什么没有一点点腥骚气，反而香得让人脑壳发晕？我的娘哎！这要是端到桌上，客人们不得抢疯了？绝了，简直是绝了！这肉，钱掌柜，现在咱们可以重新谈谈这头野猪的价格了吗？丫头，不，沈姑娘，刚才是钱某有眼不识泰山，这猪我收了，30文一斤。我这门手艺和去除腥味的秘方，钱掌柜难道不想买断吗？沈姑娘是个痛快人。野猪我按35文一斤全收了，一共7两银子。至于秘方，我出10两银子买断。以后你打的所有野味，醉仙楼照单全收。另外，你那配香料的草药，只要你能采来，我按50文一斤，无限量收购，如何？成交。钱掌柜爽快。不过买断秘方需要签红契，以后这清水镇除了醉仙楼，没人能做出这个味道。走去账房，马上立气。沈姑娘，17两银子，您收好。走，先把肚子填饱。张姐，那个人真的给了你那么多银子，能买多少斤糙米啊？买什么糙米？长姐说了，今天吃肉。老板，给我来10个皮薄馅儿大的纯肉包子，要刚出笼的热乎的。吃肉包子喽！
撤完跟紧，咱们还有大事要办。我要特制铁锯条，几十根长短不一的金铁钉，还要铁楔子，越结实越好。小姑娘，你会用？你只管打，尺寸差1分我都不要。100斤大米，50斤白面，再称足盐吧。张姐，白米太贵了。以后咱们吃饱，也要吃好。张姐，好软啊！入旱季前要备水，过冬前要备棉，银子要花在命上。这丫头买东西真邪门，不讲价，可样样都挑得准。张姐，好香啊！喜儿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白的米汤，像天上的云彩一样白。快吃，吃饱了，今天长姐要给咱们家变个大戏法。主轴用的是百年铁华木，外面朽了，里面芯子还算结实，水流的势能还在。只要重新设计传动比，不仅能磨面，还能做成全自动动力源。工具对了，活就能成。张姐，你把木头削成这种怪形状做什么？还有那个大石头棒子那么重，咱们怎么抬得动呀？阿莫，人力是有限的，但大自然的力量是无限的。站远点，长姐开闸。天哪！这大石头棒子竟然自己会倒米！张姐，你是神仙吗？张姐是神仙，张姐造了会自己干活的大木头人。这叫全自动水力脱壳机，以后麦子倒进石臼，它自己就能蜕壳，不但省去加工费，以后还能反过来接村里人的生意。阿莫，带妹妹进里屋，把门顶上。梅姐的声音，谁敲门都不许出声。张姐小心！脉搏微弱，受了内伤，还中了神经毒素。放着不管，最多1刻钟就得凉凉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可是那老匹夫的摊子。你懂点穴？点什么穴？你现在中毒的状态，强行调动气血，是嫌毒在血管里跑得不够快吗？
我若要杀你，刚才只要在旁边看着你毒发身亡就行，何必脏自己的手？你不是杀手，你一介村妇，见此惨状，为何不怕？怕能当饭吃吗？比起死人，我更怕穷。你现在很不妙，毒素开始随血液蔓延，内脏也在持续渗血。现在能保你命的只有我，但我的规矩是，从来不救白吃白喝的废物。好大的口气！你要多少针金？1000两黄金够不够？在这荒山野岭，你就算有一座金山，也买不到1两解毒药。我不要钱，我要你的人。放肆！你可知我是谁？管你是王公贵族还是通缉犯，在我这儿，你就是水磨坊未来的灵工。闭嘴，保持体力，我这就带你回去洗胃。张姐，他会死吗？我在，他暂时死不了。喝下去，这东西能吸附你冒腔一行道里还没进入血液的毒素。毒素出不清了，内出血才是麻烦。张姐，你要用那个做什么？这是为了刺激穴位，减缓他体内的出血。别眨眼。命算是保住了，接下来就该算算工时费了。醒了，生命力比王八还顽强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普通的村妇绝不可能懂得这种疗伤之法。我是你的债主，别端着你那副老爷架子。到了我的地盘，就算条龙你也得给我盘着。你这是何意？字面意思，我花了3个时辰抢救你，用了我半锅开水，还有独门秘制药材木炭，这些费用你得肉偿。放肆！你可知？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也不想知道。追杀你的人已经被我顺手埋了。从明天起，只要你还能喘气，就给本姑娘起来干活。看见外面那架水车了吗？旁边还要建3个木质引水起和2个大型鼓风机。这些需要力气的粗活全包给你了。吃我的白米饭就得给我出卖劳动力，懂吗？想我堂堂，竟然沦落到在荒山野耕劈柴！大个子哥哥，你别偷懒哦！长姐说了，你今天必须劈完这100斤柴，还要把内筐皂角全都捣碎，中午才能给你吃饭哦。小鬼，你可知若是平时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他现在已经怎么了？已经请他吃大餐了。大个子，别对着孩子耍威风。你的内伤是我稳住的，毒素虽然轻了70%，但心脉还在自我修复。多干点体力活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你有好处。你这女人哪来这么多古怪的歪理？阿莫，加水。
滑腻，有招绕力，很好。高浓度的天然碱水提取成功。你弄这些秽物做什么？还嫌这破墨符不够脏？没文化真可怕。去，把锅里熬好的野猪油端过来，顺便把山茶花的花瓣捣成汁。拿木棍顺着一个方向匀速搅拌，不要停。别停，速度要稳。这叫手工植物精油皂。这香味竟然比京城百花楼最上等的香膏还要纯粹。去污能力是皂豆的10倍，不伤手，还能持久留香。张掌柜，你们锦绣阁就拿这种粗鄙物件糊弄我，这猪一世的腥味，洗了手3天都散不掉，怎么去见客？哎呦，王夫人，您息怒。这年头，连猪都瘦得没2两肉，能凑齐这些皮件做香姨子已经不易了。我特意让人多加了桂花粉，您凑合着用。用发臭的猪下水洗脸，加再多桂花粉也掩盖不了腐败的细菌。各位夫人若想肌肤细滑留香，不如试试我的东西。哪里来的乡野丫头？这是你随便插嘴的地方吗？锦绣阁不施舍叫花子，赶紧出去！好纯正的山茶花香，没有半点人工甜腻。这是什么香膏？为何形状如此奇特？这不叫香膏，这叫凝煮精油皂，专用于净手、洁面、沐浴。早豆可起不了这样的沫。天哪，洗得竟如此干净，而且手背一点也不干涩，滑腻如纸。更神的是，这香味像从骨肉里透出来的一样。那些破烂全给我扔了，这凝乳皂我全要了。凭什么你全要？丫头，我出1两白子1块，卖给我。我出2两。这半透明的质地简直像美玉一样，我要带回去给姐妹们看看。各位夫人，物以稀为贵，这凝乳皂工艺繁杂，耗费无数珍贵花粕，1月仅出这1盒16块，我出2两，底价2两银子1块，价高者得。我加半两，这块给我3两。我最上等的香姨子也不过几百文1块。这块我要，再加4两，再加半要，再加4两。清水镇独家代理，每月100两银子，我要现银，也要铺里的位置和口碑。成，以后锦绣阁只卖姑娘的凝脂精油皂。我亲眼看见的，沈巍那丫头卖香皂赚了100多两。大旱年100多两，几百亩良田都买得了吧？村长说那死丫头今天发了横财，足足100多两银子。她一个黄毛丫头，守着这么多钱也是遭贼，不如孝敬了老子。爹，我好像踩到什么东西了。
大伯，半夜3更，带着撬棍和迷香来拜访已经分家的侄女。韦丫头，快把我放下来！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大伯听说你赚了钱，怕你不安全，特意来给你守夜的。咱们可是亲骨肉啊！用迷香守夜，大伯，你的谎话连3岁小孩都骗不过。我分家文书签了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可你非要得寸进尺，觊觎我的财产。我不打你们，也不羞辱你们，脏手。大个子，去村里敲锣，把村长和族老都请过来，顺便派个人去镇上县衙报官。不能报官！韦丫头，我错了，大伯真的错了，你这是要把大伯往死里逼呀！我可是你爹的亲大哥呀！逼你的不是我，是你的贪婪。大楚律法明文规定，夜半迟夜入室行窃者，论罪当杖责50，流放苦役。你们想偷我的安身立命之本，就是想要我们3姐弟的命！出啥大事了？水磨坊那边敲锣，都别愣着！青兆年跟我去看看。魏丫头呢？里面到底怎么了？进去看。我的老天爷！墙上挂着的是什么大丑？不对，那是人，是沈老大和耀祖。真是沈老大，这怎么掉墙上了？村长，救命啊！魏丫头疯了！乡亲们，快把我放下来！我的老腰都要断了！魏丫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算你们分了家，你也不能动用私刑把你大伯吊起来啊！您不妨问问我这位好大伯，半夜3更带着迷香和撬弹翻我家后窗，是想做什么？真的是撬棍，还有迷香，这可是毛贼才用的下作手段啊！我没有，撬棍是拿来防野兽的，迷香是用来熏蚊子的，我是来给他守夜的。熏蚊子也得迷香啊！大伯，你的谎话连3岁小孩都骗不过。赵捕头，人赃并获，请您定夺。来人，押回县衙，明日一早请县太爷过堂。大旱之年还敢入室抢劫，不仗擦30去修高河，简直没有王法！我不想去修河堤，沈巍，堂姐，我错了。做错事就要接受律法治罚。从你们拿着迷香爬上窗槐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只有原告和被告的关系。魏丫头，你说要买地，这片荒滩100多亩，地势低洼，常年积水，土壤发苦发涩，种什么死什么呀！现在又是大旱，这地硬得像石头一样。你手里有钱了，去买村东头的水浇地多好啊！上等水浇地10两银子1亩，我这点钱买不了多少，而且我不能去抢乡亲们的饭碗。我就要这片荒滩，100亩，我按1两银子1亩的市价全买了。100亩？你疯了！100两银子砸进这片死地里，连个响都听不到啊！村长爷爷，钱在这儿，麻烦您明天去一趟县衙，帮我把这100亩荒滩的地契过户到我名下，这是合法买卖，县衙还会感谢咱们村增加一笔荒地税收。这是什么阵法？你买下那片荒滩就是为了画这些大坑和土台，100亩地，你竟然要挖掉1半的土？这不是阵法，这叫桑基鱼塘，是一套完美的自我循环生态。村长说那片地土壤盐碱，种不了粮食，在你们看来是死地，但在我眼里，缺点反而是最大的优势。第一步，深挖，把低洼的地方继续往下挖深，
变成巨大的池塘，用来蓄水和养鱼。第二步，堆积，挖出来的泥土全部堆在池塘四周，形成高出水面的宽阔土台。底层泥土翻上来，阳光暴晒后，盐碱度会大幅降低。就算你建了池塘和土台，土壤依然贫瘠，你养鱼又拿什么喂？这就到了最核心的第3步，生态循环。土台上不种粮食，只种桑树，松叶用来养蚕，抽丝剥茧去卖钱。蚕拉出的粪便是绝佳的鱼饲料，可以直接扫进池塘喂鱼。鱼吃了残羹，排泄物沉淀在池塘底部，就变成最肥沃的塘泥。等到冬天，我再雇人把富含营养的塘泥挖上来，盖在桑树根部作为肥料。松叶肥，蚕就壮；蚕沙多，鱼就肥。塘泥沃，桑更茂。这就是一个不需要外界施加任何肥料，就能生生不息的完美闭环。大个子，别发呆了。从明天开始，这不仅是农庄，更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基地。以水抹物为中心，招募流民和壮劳力。半个月内，我要把这100亩荒滩变成一座生态金创。第一队，挖出的生土往东侧填；第二队，碎石夯土地基，不可有半点松懈。大个子，工程进度不错，今天工地的调度就交给你了。我要带阿莫去一趟县城。县城？你不是要建农庄吗？带这小子去做什么？去读书。清水县最好的清风书院。我父母以前常说，哪怕家里砸锅卖铁，哪怕只能穿打补丁的衣服去车间做工，也绝不能让孩子做个不识字的文盲。知识才是唯一能让人跨越阶层的武器。长姐放心，木儿一定好好读书，以后考状元，保护长姐和妹妹。长姐，这里的人看着都好有学问。腹有诗书气自华，他们穿的再好，脑袋里装的也是学问，不是金银。咱们凭真本事来求学，不比任何人矮一截。这位姑娘，这里是清风书院，不是集市，闲杂人等请勿入内喧哗。这位小哥，我带家弟前来求学，想拜见林山长，规矩我懂，这是拜帖，还请通报。姑娘，不是我不通报，书院收学生，一要看家学渊源，二要过入学考核。书院乃有教无类之地，我何时定过不看天分只看家世的规矩？你这童子，休要坏我书院名声！山长息怒，学生知错。老夫就是林玉山，姑娘，你为弟求学，精神可嘉。但这童子方才说的也没错，你弟年纪尚小，又无启蒙基础，若强行单班，只会如听天书，反而毁了信心。山长此言差矣，我弟弟虽然没读过圣神书，但他懂得辨别野菜毒草，懂得计算。真正的学问本就该脱胎于民生，用于民生。若书院只收背熟4书5经的富家少爷，那教书育人的育字又体现在何处？好一个脱胎于民生！姑娘口齿伶俐，见识不凡，想必家学渊源。没有渊源，父母皆是靠双手做工的普通百姓。既然你说他懂得计算，那老夫今日就考考了。我清风书院不仅重文章，更重算学。我出一题，若他能答出，或者你这做长姐的能替他答出，我便破例收他入书院。山长竟亲自出题。长姐，别怕，山长请出题。既是求学，便不问出身，只问心智。题目不难，却最考根基。你们也听着，别只会背书，不会算账。山长爷爷，木儿愿意先试，若我不会，再请长姐教我。好，那老夫便出题。听好，今有鸡翁1值钱5，鸡母1值钱3，鸡雏3
值钱1，凡100钱买鸡100只。问：鸡翁、鸡母、鸡雏各几何？长姐，要算盘吗？不用。山长这道题看似复杂，实则只是一个含有3个变量的约束问题。变量？那是什么？用我们百姓的逻辑，可以把公鸡、母鸡、小鸡的数量分别用符号 x、y、z 来代替。长都过去了，这是何物？似字非字，似符非符。这是代表未知数量的符号。题里问什么，我们就先把什么写下来。第一个条件，数量之和 x 加 y 加 z 等于100。第二个条件，价格之和 5x 加 3y 加3/3等于100。公鸡1只5钱，所以是5乘公鸡数；母鸡1只3钱，所以是3乘母鸡数；鸡雏3只1钱，所以小鸡数除以3。你将虚无的数量变成了可以计算的实体。正是。既然小鸡 z 的数量必须是3的倍数才能凑成整钱 z100 x e， 我只需将第一个条件放大3倍，或者将2个条件合并消元。代入化简后，可以得到一个极其简单的关系 ：7x 加 4y 等于100。这等化繁为简的手段，竟然只需寥寥几笔。因为鸡的数量必须是正整数，所以从 7x 加 4y 等于100中，我们一眼就能看出答案。答案有3组。第一组，公鸡4只，母鸡18只，母鸡78只。第二组，公鸡8只，母鸡11只，小鸡81只。第三组，公鸡12只，母鸡4只，母鸡84只。4、18、70。我长姐是最厉害的。姑娘，你这门符号算学是从何处学来？这等严密精绝的推演之法，简直是旷世奇术啊！这是我父母总结出来的实干之学，他不咬文嚼字，只求最高效的解决问题。我刚才这番解答，可还算及格？姑娘大才，老夫今日是坐井观天了。你父母总结出的这套实干之学，堪称算学宗师。方才是我等眼拙，沈姑娘，请受一礼。有如此才华绝代的长姐教导，这孩子的心智与逻辑定非常人能过。从今日起，沈墨不仅免去所有束修，且直接编入我的内室弟子班，由老夫亲自教导他读书识字。学生沈墨拜见先生。沈姑娘，老夫有个不情之请，你这套代数符号之法实在精妙绝伦，不知姑娘日后能否偶尔来书院，与我等书院的算学教师交流切磋一二？老夫愿以客座西施之礼待之。山长言重了，交流谈不上。但我农庄里恰好要进行一些复杂的水路测算，若书院的学子们对算学感兴趣，大可来我的工地实地演练。理论结合实际，才是真学问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一句理论结合实际。沈姑娘放心，待你农庄开工，老夫定派书院最精通算术的弟子去助你一臂之力。再不下雨，地里的庄稼可就全完了。沈巍，出事了！清水河的水位昨天一夜之间又降了，水墨浦的石窖已经停转了。更糟的是农庄，池塘挖好了，桑树苗也种了，但河水太低，根本流不进水渠。龙王爷怕是真发怒了，这回怕要完了。龙王爷不管事，咱们就自己管。河水低流不上来，那咱们就把它抓上来。要是河里彻底没水了，咱们就去地底下吸水。抓上来？怎么抓？
这叫龙骨水车。你看这木板，一节连着一节，像不像蜈蚣？一头扎进河底，一头架在岸上，不需要牛马，只要2个大汉在上面踩踏板，这木板就会像人的手一样，一节一节的把河底的水兜住，直接刮到咱们的水渠里。只要人一直踩，水就源源不断的爬上来。这简直是抢水的神器啊！水车只能抽河里的水，如果旱情继续，河底干透了呢。所以咱们还得造这个压水间，专抽地底下的水。地下水深埋在泥土里，怎么抽？很简单，咱们打一根铁管子插进地底，铁管子里放个带皮垫子的活塞，只要用力往下压把手，里面的气就被抽空了，地下的水被外面憋得没处去，只能顺着这根铁管出来。水往低处流，我就偏要让它往上喷。你又要逆天改命了。大个子，木工活全交给你，带上手艺最好的几个木匠，2天内必须给我拼出3架水车。交给我，若有差池，提头来见。少爷，这东西真能把水弄上岸？他说能就能，开工。李师傅，别打锄头了，接个能救命的大活。沈姑娘，你要打一个这么长的空心铁桶，这内壁还要滑溜的挂手，这得耗费多少人力去打磨？绝对不可能。不用手工打磨，你用细沙子和粘土捏个实心的圆柱子，外面抹上草木灰防粘，把铁锤浇在这个沙柱子外面，等铁水凉了，一锤子把里面的沙柱敲碎倒出来，这铁桶里面自然就滑溜溜的了。妙啊！用沙子做芯子，事后敲碎。加炭，起炉。沈姑娘，你这法子简直神了！老汉今天就是不睡觉，也把这铁疙瘩给你倒腾出来。又是断水，清水河快干到底了，几万亩良田眼看就要颗粒无收，再这样下去，百姓就要去啃树皮了。本官愧对这方百姓啊！大人，奇闻啊！村西头那个农女沈薇买下的100亩盐碱滩，竟然在往里灌水！胡说八道！清水河都快见底了，水底距离河岸那么高，他拿什么灌水？难道水还能自己爬上岸不成？大人，下官亲眼所见啊！那黄滩上建了几条木头巨龙，人在上面一踩，水就哗哗的往上翻。快备马，本官要亲自去看看。水来了，真流进来了！大人，您看，下官没骗您。我的老天爷，水竟然真的被刮上来了！大个子，用力往下压，把里面的气给我抽干。继续。出水了！地底下冒水了！有救了！姑娘，大才呀！这等抗衡天灾的神器，请受本官一拜。大人折煞民女了，这些粗笨物件只是为了自保罢了。姑娘过谦了，本官斗胆，这压水的图纸可否交给本官？
有了这东西，我清水县百姓就能渡过大旱了。大人心系百姓，民女敬佩。这图纸我可以送给县衙，但是……姑娘有什么条件，尽管开口，本官绝无二话。第一，我要县衙给我的农庄立一块特许的牌子，我这农庄以后种什么卖什么，官府不能插手干预，还要派巡捕定期在附近巡逻，绝不能让地痞流氓来捣乱。好，本官亲自为你这农庄题写匾额。第二，造这些需要大量铁和木头，请县令把材料分发到各村，让村民自己动手干活，按劳配发粮食，以工代身，既能快速造出水车，又能让老百姓有饭吃，不至于饿得去造反。好一个以工代身！姑娘这格局，让本官汗颜。从今日起，这清水县，谁若敢动你沈家农庄一草一木，就是与本官过不去。乡亲们，一会儿都好好说话，千万别摆什么长辈的臭架子。村长放心，我们晓得好歹，绝不生事。村长爷爷，各位叔伯婶娘，这大热天的，怎么都聚在我农庄门口？乡亲们的地快旱冒烟了，再不浇水，全村人都得活活饿死啊！这是全村凑出来的，求你开水闸，给东头的地里分点水吧。村长爷爷，大家的心意我领了，但这些银钱和首饰你们拿回去。魏丫头，你是不是还在怪大家以前没帮衬你？大家伙那是家里揭不开锅，真不是存心的呀。您误会了，大家看清楚，村东头离这里足有3里远，中间隔着高低不平的土坡，我就算打开水闸，水也流不到你们地里。对啊，隔着3里地呢。大家别慌，水流不过去，咱们就挖一条主干渠，连通村东头的每一块地。修3里长的水渠，这得耗费多少人力？没错，就是需要人力。我不收你们的钱，我收你们的力气。啥意思？我要跟全村人签一份雇佣契约。第一，全村的青壮年全部编入我的工程队，大家一起动手，用最快的速度把云水渠挖通。挖通之后，我免费开闸放水，救你们的庄稼。别急着高兴，还有第2条。水渠修好后，农忙时你们回去种自己的地，但到了农闲，凡是签了契约的人，必须来我沈家农庄做工，不管是喂鱼还是采桑叶，我按月给你们结工钱，包一顿白米饭，绝不拖欠。但如果有人偷奸耍滑，别怪我按契约报官抓人。签，我们签。沈东家，这是给咱们全村人指了一条活路啊！谁要是敢占了便宜不干活，我把他逐出族谱。大家排好队，在这儿登记，登记完的去那边领取工具，准备开工。再挖一段，水就能到我家地头了。放水！活了，咱们的地活了。大人，一村的命真被他救回来了，奇迹！这简直是千古未有的奇迹！一个15岁的农家女救了整整一个村庄的百姓，本官必须立刻上奏朝廷。我要亲自向皇上为沈巍请功。
慢点打，闪退一点。东家真是神了，这几千斤的东西推起来跟玩似的。后头那车慢一点，别顶上。跟着沈东家干，准行！以前靠肩膀挑，一天能累断腰，现在1个时辰就能干完1天的活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清水县农女沈薇出身普通，然其慧心巧思，造水车，制滑轮，兴农庄，利国利民，实乃大楚之幸。特破格赐封为天宫县主，10亿千户。其父母虽为白身，然教女有方，特追封为正4品大夫。钦此。咱们东家被封为县主了！老天爷呀，普通老百姓的也能被追封大官，咱们有盼头了！臣女沈薇，谢主隆恩。从今天起，所有图纸按工坊规矩登记，水车、滑轮、矿车分批扩建。立下了，东家！小举，你们的城墙已破，粮草也快断了。今天，本王就要踏平你的要塞！踏平你的要塞！侯爷，敌军快到射程了！天宫营，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时代碾压。放！放！怪物！大楚国造成吃人的怪物！快撤！撤！赢了！边关守住了！破绽先清路，北边来的原料别堵在主道，印章兑完再入库。是。这批先往北库送。北进钢料走水路转陆地，3日内必须到。是，二小姐。这里的齿比不能再大，误差会被放大到整套钟表。记下，按少东家的算法改。误差超了半里，回炉。是。北境已定，我用你造的连弩，只用了1刻钟，就把他们打回了老家。大楚国至少有50年的太平了。50年太平，那只是个开始。大个子。我把你叫回来，不是为了听捷报的。你看看这个，冷兵器时代的红利已经吃干刷净了。接下来，我要用这个东西，彻底烧退这个时代的血液。我要让大楚国的铁轨铺满每一寸土地。你要我守哪里，我就守哪里。